大家晚上好哟，居然还是有人3点多就去打卡了，刚好赶上。是的，这个早几秒钟啊，让我去发个推，然后叫大家来看直播呀。然后 Discord 行嘞。大家好，我们每周三呢是老范读评，然后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读评，OK，然后这里我的评论。调整一下，好，保重身体，别太劳累。哎，我现在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事儿比坐在儿子开车旁边更累的事儿。是我儿子是刚拿到的驾照，然后是稍微就是看着他开车，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害怕的啊。老范毒评不是毒品。好，30多个人啊，我们开始了。第一条，中信建投的少爷二代，有一位朋友发了个评论说，记得老范卖的基金割肉，基本上是在最低的2700点，这个是不是准备嘲笑一下我亏钱了呢？其实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虽然股市涨到了2900点啊，高的时候甚至有3000多一点点，但其实那个基金比当时我割肉的时候跌得更惨，对吧？他们只是改变了上证指数的统计方式而已，所以那个点数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啊。现在依然没有哪个基金能把这个钱挣回来。再往后，上期读评，在美国还没听到过有人把拉玛念成亚玛的，都是念拉玛。那些整天纠结发音的人，洗洗睡吧。老外不会因为你念错一个词而觉得你没有文化，更不会因为你念对一个词而高看你。这个呢，首先要感谢这位朋友啊，他还给我找了有链接啊，我看了一下，扎克伯格自己念的是拉玛，对吧？那这个应该算是比较标准的。有些人呢会比较纠结这种发音的正统。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呢就是每次都要去纠正人家的发音啊，他是哪个词呢？是这个我们叫博客嘛啊。后来呢，有些人就是英文我不知道啊，他应该是念 blog，但是呢他说不对啊，这个东西不能念 blog 啊，应该念 blog，然后应该是哪几个单词，然后凑在一起，然后如何发音才能是这样啊？虽然别人可能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有人都是 blog 啊博客，然后呢，只有他这是 blog，但是他走到任何地方都很开心的去纠正这一次，就让我想起了这个孔乙己的回乡字的回字有4种写法的这个过程，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能因为说这个以前是怎么念的，它就一定是这样啊。语言本身它是生长的，并没有说一定之规。只要大家相互之间可以理解啊，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这个事儿就可以了，对吧？那你说因为上古时期人家这么说话，那么现在一定要如何如何，或者不这么说就丢人了啊？这个就跟那个孔乙己没什么区别啊。再往后。这个还是上期读评啊，说范老师，你确定数字人民币技术上的是公链吗？啊，这个刊物一下啊，这个数字人民币技术上的不是公链啊，它是一种联盟链，实际上也就是说是有中央节点的这种链啊，它从技术角度上说呢，是可以支持以太坊的各种相关技术，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公链。
就是我们不是可以随意的去访问它，随意的去这个记录账本，然后大家都可以去读取这些账本，不是这样的练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去跟大家稍微勘误一下。我看看，感觉今天老范状态不佳，新出的视频，这个精气神儿没有以前足。哎呀，是这样的，这个昨天是一早上6点起床，然后送儿子去考车，对吧？因为是6点半让他上车上再稍微练两下，还不敢让他开我的车，因为我的车是一个就是很大的这种福特探险者，而且是自动挡的。对吧？他考车是需要用那种，就是大概比桑塔纳大不了多少那种轿车，而且是手动挡去考，所以不敢让他上这个车。所以一早上起来呢，跟教练打好招呼说你上去再练两把，对吧？然后昨天呢，他算是顺利的把车考完。我昨天等于跑了3趟驾校，这个早上起来一趟，然后下午1点多又送去考这个科目4，现在还有一个科目4，然后下午4点钟再把他送去拿驾照，拿了驾照以后呢，再让他自己把车开回来。哎呦，那一路上吓得我呀，不是给他还看了这个那个心跳手表嘛，对吧？这个也他开车，我那个心跳就蹦蹦蹦蹦蹦蹦的。啊，所以昨天确实有点紧张。然后今天的话，状态其实也不是很好啊，因为今天也是，让他把车开出去，然后我坐在旁边看着，还是有点吓人的。所以我准备这2天稍微的要调整一下啊，股市、币市都暴跌，换谁状态也不好啊。这个其实还好，币市跌了呢，虽然我亏钱，但是这个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因为前面跌得更惨，所以这块儿已经这个不用太担心了啊。股市的话跟我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大，虽然我买的那些基金肯定也在跌，但是我相信可能过不了2天就能慢慢的翻回来。它毕竟不是 A 股嘛。老范晚上好啊，今天听 Jeff 的视频啊，提到高端芯片走私的事情，从各大新闻媒体的结论来看，芯片禁令的成果不大。老范觉得特朗普上台后可能放松芯片的禁令嘛？这个芯片禁令这件事儿，从一开始我就说他们是扯淡，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啊。就是福建人手里边实际上是走进来大量的芯片，这个就是从最早的时候开始有芯片禁令这个事情，就没有任何的改观吧，或者没有任何的效果。至于未来会不会有这个特朗普去改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应该不会，对吧？因为特朗普肯定是要在限制中国这件事情上会更加的变本加厉。你说我去放松一个什么东西，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对吧？但是呢，他不动这个事儿啊，这个叫谁呢？英伟达也依然可以很开心的把芯片卖进来啊，这个不会有任何问题。考了几次啊？一次，这个它是科目一一次，科目二一次，科目三一次，科目四一次，都是一次通过。哎，但是你在这个叫什么里头呢？在考场里边一次通过，你上街上以后还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还是挺混乱的。像我今天也是让他在一个路口向右转，转呢，光想着看着右边有没有自行车过来了，就没看见左边有一个这个直行的公交车，一把就别在他头上了，他得还在正正的往前开。然后那个车呢，就是最后还开到我们前面去别了我们一把，然后我说："你小心点看着前面。"他就傻了，然后保持匀速这么开过去。我说："下次我叫你小心的时候一定要踩刹车，对吧？你实在搞不清楚该怎么办啊，或者是不清楚应该怎么处理的时候，先把他刹车踩住再说。"他就直直的开过去，给我吓得那一身汗。另外，像中科院、华为这种级别的机构和公司，需要从华强北走私芯片，很难想象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中科院呢，它未必会用这样的芯片，华为真不好说啊，因为华为云是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机房的。其实你们觉得它真的需要把芯片弄到国内来吗？
就是真正弄到国内来的很多的这种 A100、H100什么这样的芯片，其实更多的呢是给一些，怎么说呢，就是黑灰产啊，或者一些这样的机构在使，对吧？你正儿八经的去做这个大的云计算机房的这种，就是你是有问题的啊。就是比如说 A100它还可以再弄一点因为原来就有，对吧？你说我 H100再弄回来很多，这个事儿就比较危险了。一次过，哎，一次过，但是，哎，这个还是有点难度啊。进高端光刻机对中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个事儿呢，有影响，这是肯定的啊。但是中国人呢，肯定也是发挥 China 的这个功底，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拆，一小块一小块的换，对吧？万一哪一块儿让我们又往前蹭了半步呢？啊，这个事情，不好说，因为中国人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方向不明确，我不知道向哪块儿投钱，向哪块儿去使劲儿，这个是中国人最怕的。你只要说方向是明确的，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就是各种平替啊还是能够慢慢做出来的，只是说我到底花多长时间，花多少钱的而已。小范在北京刚拿到驾照，敢上路已经很厉害了啊！是，我记得我当年刚拿到驾照的时候，第一次开车呢，也是同事坐在旁边儿然后自己开了个车，借了同事的车开出去。当时在清华外边儿啊，然后，看到前面停了个公交车，就不敢从侧面开过去，就停在那公交车后头，然后等那公交车走了，然后我再往前开。大概开了这么一两次吧，开了一两次以后呢，就是我属于这种胆儿比较大，然后也敢于尝试的人，就自己去租了个车。然后那天晚上还跟我老婆说，我说：“今天晚上不用等我吃饭了啊，这个我不定几点回去的。”我说我租了个车，然后这个，当时是租了一个手动挡的奥拓，我说我顺着四环辅路慢慢蹭回去啊，不敢上主路。然后我就开着这个车顺着辅路就开始蹭，当时是从中关村开到丰台啊，丰益桥那个地方。然后呢，开着开着就走到中关村的那个桥底下，一咬牙一跺脚就开上四环主路了，然后一脚油门就把那个车踩到大概80-90接近100迈。啊，因为当时是在哪一年2000年，当时四环上车也很少，啊，就可以直接开上去。然后这个就是跟老婆打完电话以后，大概过了十几分钟、20分钟我就到家了，这个异常兴奋，然后就说：“走，我们出去吃饭去。”我觉得开车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是当你真的自己开出去了，然后开了一大圈儿以后就怎么说呢，就彻底的算学会了啊，只要自己不敢开出去这个事儿，这个车就相当于没学会。好啊，这个咱们继续。还有很多的评论是关于这个网证跟网号的啊，这个当然继续被谩骂，这个没有什么好办的。啊，很多人就认为说技术好坏都不重要啊，这个出发点都没有意义。然后呢，所有的这个什么保护隐私都是借口，啊，只要是说这个，因为谁用了这个技术啊，只要说这个技术好，就是罪大恶极啊，这种人其实蛮多的。啊，所以这里呢就不再去回复这样的这个评论了。关于网号和网证到底有什么缺陷，或者对大家有什么这个危害呢？我其实也录了一期节目，只是在这个呃公众啊，不在公众频道里啊，在付费频道里。对，这个它是有它的危害，但是它的危害呢，可能很多人想象的也不太一样啊。这个而且我不认为哪件事情绝对是好的，或者绝对是坏的，不会有任何的坏处，这个事情我是不认可的。啊，或者有些事情不会有任何好处啊，这个事儿我也不认可。好，再往后啊，后边这条呢也是被很多人骂，啊，这个是商家围攻 Tmall 广州总部，啊，这个有很多人呢反复在里头讲啥，说老范你不懂电商啊，你真的一点儿都不懂电商啊，甚至还有些人告诉我说，你看我就是卖家，啊，我在后面这个平台上点击了什么东西，那个按钮长什么样啊？这个事情呢，我只能说，这些人呢，叫做被一些很细节的事情彻底张蔽了自己的眼光，
彻底遮蔽了。这个事情还是要从全面来看，而这些所谓的受害者你去问问他，你自己卖的东西是不是完全合规，对吧？如果说大家卖的东西都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拼多多就是上来罚还是怎么样，这个拼多多早死了，对吧？咱们最终是要靠数据说话。拼多多每年还在挣钱，而且一年挣的比一年多，对吧？它现在是所有中国电商里最挣钱的一个，而且有这么大的交易额，这么大的用户量在跑着，这个你告诉我说这个完全都是错的然后你是懂，我是一点都不懂，这个呢也是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来的自信啊。好咱们找一些稍微的还写出点内容的人来看一看吧，然后上来讲说你真的一点都不懂这种呢，就是咱们总结过了就完了这种评论有非常多。我相信呢，可能很多来看 YouTube 的人就是拼多多的商家，对吧？因为他们能够这个科学上网嘛，能够关注海外的市场他们是可以上 YouTube 的。而真正的这个 Tmall 上的商家其实大量是不上 YouTube 的，为什么呢？因为全托管的很多商家是这个厂家厂家其实他们是不需要上 YouTube， 他们不知道这边是怎么回事。而真正说又上 YouTube 又是拼多多商家的是一帮什么人呢？一般呢是这个串货的人，对吧？然后这些人呢，其实一直是在为拼多多打压，一直是拼多多希望摒弃的一个群体他们认为这些人对于 Tmall 来说是有害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希望是有一个干掉一个那么这些人呢，也许从他的角度上，他认为他稍微懂一点点电商吧，对，大概是这样。好那么商家围攻 Tmall 广州总部，说别的不知道这些人肯定是被罚光了所有利润，弯道超车亚马逊，拐弯被从车上甩下去的那些人，值不值得可怜呢？这个里头呢是这样，他们是不是被罚光了所有利润不一定有可能就是罚到了他无法接受，甚至有可能说罚到了比利润还要再多一些，罚到亏损了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些人被甩下来以后呢，其实我在整个的节目里也讲了，有没有被错罚的一定有，对吧？然后这些被错罚的人呢，可怜但是呢，他们会去研究一下，说我忍一忍，看看怎么能够把这钱再挣回来。但是你说有没有这个就是拼多多希望干掉的这些人，然后彻底被干掉了呢？肯定更多然后像拼多多的这种政策呀，它能够持续的 run 下来，你要看什么呢？不是说谁被罚了多少钱，不是说谁亏了多少钱而是拼多多自己的数据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对吧？只要拼多多自己的数据在上升，就说明这个政策是有效的。至于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有人很可怜，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不惜一切代价的那个代价吧，对吧？那么对于商家来说，那可怜吧，那能怎么办呢？对吧？咬咬牙忍过去。如果你觉得你卖的东西真的好，咬咬牙忍过去，接着在那儿卖没问题如果你觉得你卖的东西也不怎么样，然后东西也不是你的，就是串货什么的，那就该换个地儿了，对吧？可以去这个抖音上折腾折腾，或者试试这个叫做什么呢？试试这个 TikTok Shop，对吧？当然了，这些串货的人呢，肯定都是会被针对的永远都是大家希望把你干掉，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平台的能力越来越强以后，就不需要这些人在里头去溜缝串货，对吧？那么这些所谓的懂电商的人所谓的能够了解一定的电商侧面信息的人，那就该被时代淘汰，时代就该淘汰他，那怎么办呢？再往后，这个亚洲金融表示，目前拼多多被商家起诉的案件多达20万起，堆起来的高度比东方明珠还高，200年搞不好，200年搞不好都打不完这个账号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我没有去核实但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个是真实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这个事儿呢，其实也不用那么担心
这个中国各种案子堆在那儿的多去了，拼多多有，你去看看淘宝有多少，京东有多少都有，对吧？然后你再看看有多少商家在起诉仅退款的卖家啊，也是一堆一堆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啊，因为有些人在这吃这口饭，就比如说有些律所说来我替你们去起诉，然后呢，很多的案件他们都会一件一件拿出来起诉，比如说你这个很多次处罚，他会分开起诉，因为在中国好像这种联合的诉讼或者说集体诉讼呢，这个有可能会演变成这个群体事件啊，所以国内一般不是特别主张大家去做集体诉讼去。好，再往后，地标美东啊，买 Timo 已经上瘾了啊，和在亚马逊上购买的比例大概是频率比大概是8:1，大家买8单 Timo，买1单亚马逊啊，$50以下的单品几乎全走 Timo，碰上劣质品就算了，要么扔了，要么捐，从来不退货。这个也是个挺有趣的玩家啊，或者叫买家吧。在国内其实使用拼多多的人，大部分也都是这种心态，就买完了以后呢，这个如果不行就扔了啊，也懒得跟他费劲。为什么呢？因为记着麻烦啊，就算是有运费险，有什么这些东西也挺麻烦的。在美国的话，它这个运费本身也很贵，而且效率也不是很高，对吧？所以很多人呢，确实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在消费拼多多和 Timo，就是在上头买的东西呢，都属于叫扔了不心疼的东西，对吧？然后这个另外一位朋友呢，在后边回复了一个说：“当心被 Timo 大数据发现收割，你这么从来不退货的优质客户，以后被聚焦发你个劣质产品，该退货就退货，是对商家的一种有益监督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怎么说呢？Timo 一定会用大数据去识别你，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识别出来以后呢，他不会给你发劣质产品的，他会保护这种优质客户的，对吧？如果 Timo 把这些客户识别出来以后，把最垃圾的产品发给你，那这个生意不就不做了吗？人家是做生意的，不是跟你逗闷子呢，对吧？人家肯定是希望可以把这个生意越做越好做下去啊。再往后，我来问一句啊，全托管平台是否要对商品进行审核？意思是平台卖东西，利润自己拿了，责任别人担啊。我不想恶意揣测你，洗地没有这么洗的啊。这种呢，一般说我不想恶意揣测你呢，实际上他就是在恶意揣测啊。这种人就很恶心。然后后边还有人骂他说这个狗急了吧？然后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不好好说话啊！我后边回了一句，我说你恶意揣测我的时候，你觉得在好好说话。别人说你狗急了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这个别人不好好说话了啊，没有这么双标的。但是呢，这种人就是在我这儿双标了，那怎么办呢？对吧？这个欧美对于质量要求苛刻可以理解，但是做质量把控应该是平台商家给你货，但凡你知道什么叫霸王条款，就不会这么张嘴就来啊。这种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后边的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这种狗叫吧，我们就不念了啊。这个话呢，其实很简单，商品检测它是有成本的，对吧？怎么能够让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运转起来？它呢就是用以罚代管的方式啊。首先，以罚代管这个事儿呢，在某些环境下它是适应的。我先告诉大家说，我给你们一个标准，你请按这个标准送上来。送上来以后，然后如果我发现有问题，我就处罚你，把事情都跟你说清楚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拿出来的这个商品是不合规的啊，那么最后处罚你，你就得认，对吧？也没有说我没告诉你怎么处罚，然后就生罚你，这个事儿也没干吧？而且全世界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呀，对吧？你比如谷歌，对吧？你在谷歌商店里头上架很多应用的时候，它也有很多的这种条文，也不是说这个标准直接就来执行的，因为他也没空去检查你。但是当有人去举报你，或者说这个有客户去反映说你这个 APP 有质量问题的时候，他也处罚你啊。那你咋不说谷歌是这个什么利润我拿了这个责任由这个开发者来担呢？对吧？我是不是可以恶意揣测你啊？你也在这洗地呢？这种洗地的人呢，一定要上来好好的喷他一把啊！这个骂的好痛快。
再往后啊，Tmall 目前在美国亏损非常惊人，不割商家的韭菜割谁啊？割消费者的韭菜基本没门儿。我估计闹事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根本没法和平台沟通，啊，如今的平台很多都是二话不说，坏毛病啊。这个美国的问题，呃，美国的不问理由退货啊，很多并不是买个电视看一周就退货的那种贪小便宜。例如很多大国商品的帮助书写的很差啊，而且没有网上下载帮助书啊说明书吧，啊说明书的这些服务啊，那么人家买个电视，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啊，那么就去退货。这个事情这样啊，首先呢要纠正一点，是 Tmall 在美国是盈利的啊，不是亏损的。Tmall 2024年一季度在美国盈利是$9000多万，啊，二季度在美国盈利是有$1.5亿啊，这个不要随便就揣测别人亏钱啊，人家挣的可开心了。那么他就是在做转型啊，就是希望把这些这个上来去打江山的这些人呢，稍微调整调整，后边我们需要一些高素质的人了啊，这个是要注意一点。所以你一开始的猜测是有问题的。至于后面的话，就是 Tmall 只能干什么呢？就是说收集数据，说什么样的商品容易被退货，对吧？那么就对这种商品进行更复杂的或者更高标准的要求就好了。然后呢，通过处罚，通过一些这种杠杆吧，或者说去调整一些阀门啊，希望大家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这个再往后啊，这个还有一条啊，我觉得博主对网店卖家的有些评测过于主观武断了，建议你在缺乏事实依据且涉及道德和操守评价的问题上，不要给已经饱受各种磨难的网店卖家再随意扣帽子了。首先，显得博主不够客观公正；第二，也显得你翘着二郎腿，并把风凉话的大旗插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啊！这种呢，又是一个卖家吧，估计是。在这里呢，也统一的告诉你说，我在里边是分了3、6、9等的，没有告诉你说所有的人都是坏人，对吧？我也告诉你，这里头有好人被冤枉的，也有这个坏人被罚的，然后还有一些坏人溜过去了，这个一定是有，对吧？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那么既然我已经分成这样了，你一定要让我去统计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吗？那么请你告诉我，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对吧？请你告诉我，全中国有多少个好人，多少个坏人呢？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请你不要翘着二郎腿，在我这儿说风凉话，好不好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好啊，我们把这一条视频的这个相关评论都说完了啊。Tmall 的方式可持续吗？不怕被各国加税或者封掉吗？这个事儿呢特别有意思啊。正好这个借着你这条讲一下，封呢其实不太会封啊，因为各国是法治国家，这个呢算是我们钻了它一个小空子，对吧？它只要是法治国家呢，它就不能直接把这种店彻底封掉啊，不像咱们似的，这个一言而一决之啊，就是说不让你玩就不让你玩了。然后加税这件事儿呢，其实反而对 Tmall 有好处，对吧？加的税越高，对 Tmall 越有好处啊。这事儿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啊，这个一个商品价格的构成里头，原料和成本的价格是一块儿，对吧？然后呢是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品牌溢价是一块儿，这个运输成本是一块儿，加税呢是要把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然后去算税。对吧？你如果说这个，比如美国吧，它对所有中国产的商品去加税了，那么这件事情对于传统的美国商家来说，那基本上是灭顶之灾。为什么？他的商品也是在中国生产的，对吧？那么这些商品到他手里边以后就会变贵，然后他再去加上他整个的运营成本以后，这个增加的成本一定会更高。那么对于 Tmall 这种卖白牌的商品这个商家来说，它的商品里只有最基础的成本，而且还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把这个最基础的成本压得非常低，它里头没有品牌成本
而且运费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会压得很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加的税越高，你比如说美国的这种叫做，一些这种快时尚品牌啊什么的，他们其实反而越受伤，因为他们该加税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品牌的成本一样要加税，交这个税，所以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所以越是加税对 Timo 越好。京 A 嘛，什么意思？又不是摩托车，折腾这干嘛啊？大家跑步回来了啊，很好。这个晚上好，对，主要是公信力很低啊，即使看着很好的事情，一旦信任缺失，就很难评论了。但是我觉得你以谁来用这种技术来评价技术本身是好是坏呢？就是非常的不理智的一个状态了。我十几年没开手动挡了，之前试驾马自达的 Roadster 上手前还很紧张，但一开感觉肌肉记忆就来了啊，全程都没有死火。那说明人家的那个发动机很好，是吧？给你一个烂点的发动机，你试试。来了，点赞啊！对，你们都点赞了没？当年数字人民币刚出的时候，也有一堆人说这都是数字集权工具，上面动一动手指就能限制一个人的全部经济活动。但是现在看来，并没有那么大危害。是的，这个，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数字人民币了，就如何如何了，对吧？国家的就一定是坏的。来晚了赶快点赞。对，四环是2002年开通的啊，我大概是对，我学本差不多是02年。之前四环是中关村东大街啊，我司就在那边啊。过去北四环就是北航，北航我知道你在哪儿了。这个特别同意啊，看观点输出的视频，吸引人的逻辑是清晰的。很多人是希望博主给出结论，自己可以不动脑子。一旦觉得自己找到的博主的错误，就以偏概全，否定一切。我爱看的几个博主，也是经常对同一个事情的观点大相径庭，也不影响我喜欢他们和老范。对啊，这没什么问题啊。一次过了，一次过是大部分人吧？对，应该是这样。在国内，我觉得一次过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他们好像说在日本考驾照比较难，特别是像我们这种老司机是比较难过的。好久没看直播了啊，好啊，赶上一次直播不容易。Jimmy 加个管理员，继续加班，回头2倍速追，好吧？我将近20年前考的驾照啊，那个时候无论桩考还是路考都会调一些人，但是调的还是比例吧。你像我是02年、01年、02年左右吧考的这个本儿，到现在也20多年了，都会调一点儿。我的桩考是考了2遍，然后路考是1遍就过了。刚来啊，前面说股崩盘的已经是2天前了，是的，现在已经稳住了嘛。日股是头一天说2个跌停板，第2天是1个涨停板，直接涨回去了。感觉数字人民币推广的方法不对，我觉得如果在绑定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前，需要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或者使用数字人民币转账给银行微信支付宝时免手续费，然后提高银行直接转账的这个手续费，这样数字人民币应该一下就推广开了啊。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啊。为什么呢？你一旦是免手续费，就会有人去套利。这个事儿，这个以前是，很多的新的支付渠道上来以后都会干这个事儿，就是，我让你去转账的时候免手续费，然后你一旦干这个事儿，马上就会被人套利薅干净，这个事儿是不行的。但是数字人民币呢，它的推广方式肯定是有问题。真正好的推广方式还是应该让更多的科技公司把这种东西用起来。
比如说数字人民币手里头再整几张新的支付牌照，因为现在支付牌照很贵，对吧？然后说 OK，我们现在发这个纯数字人民币支付牌照，对吧？你们谁想去做新的支付，包括游戏啊什么这种支付，我给你数字人民币的支付牌照。那你想，你一旦要数字人民币的支付牌照，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来了，说苹果税、谷歌税，然后这个叫做什么东西，硬核联盟国内的这种50%的这种游戏抽成一下就没了，对吧？那大家就会开开心心的去用，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呢？然后你这个数字人民币其实最适合互联网的东西就是智能合约，对吧？然后你如果游戏里边带上大量的智能合约开始跑的话，那么这个数字人民币直接就疯了。其实现在拼多多退货也还行啊，很多都带运费险，主动上门拿件，基本上不费啥劲。是，对，我们家前两天我儿子去买 iPhone 手机壳的时候就买错了，然后就退呗，退完了以后他就直接找了一个快递柜往里一放，然后把那个号发给对方，然后就完事儿了，再去买只新的，那钱就回来了，对吧？这个其实没什么问题。就是你只要是不要故意的去搞紧退款啊，因为有些人是真的薅羊毛，故意紧退款，那么这种人呢就被起诉，没什么好说的。Timo 不用退货，直接退钱啊，这是我震惊的。我只投诉过一次，发货缺零件儿，我要求补发，对方说补发不了，直接退钱，不用退货。这个其实是这样，你想，你用 Timo 的话，你肯定在海外，你那个运费多贵啊，对吧？你可能整个的商品价格还没有那运费贵呢，所以这东西给你了啊，这个事儿人家就不费劲了。前段时间看到亚马逊，对，亚马逊也是仅退款嘛，他也在搞这个事情，也从广州发货，对，都一样的。搞这种东西呢，亚马逊这个淘宝什么都没戏，为什么？就是 Timo 也好，拼多多也好，它可以去搞这个整个的东西，并不是说它的政策有多好，也不是说仅退款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宝，而是什么呢？而是拼多多是有一套极其高效和残忍的管理方式的，而且它整个的管理团队的素质也可以适应这套系统，对吧？这个才可以去运转这样的这种很不近人情或者非常怎么说呢，很残酷的这种规则啊，而且很高效的让它运转起来。这个事情在淘宝里是运转不起来的，对吧？原来一说淘宝小哥对吧？就是天猫小哥你这个整个的杭州的最好的夜店基本上被他们包起来了。那你在这样的一个群体运作下，他怎么有可能让他去搞这么复杂或者这么这个敏捷的这个政策上去啊？这是不可能的。呃，还是很感谢 Timo 和抖音，现在日亚买饮料的价格含运费比超市还便宜，这个至少我们消费者是感受到实惠了。对啊，卷嘛，卷完了总是有效果的。听这些评论啊，有时候觉得这人缺乏幽默感，可真的是好难沟通。是啊，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这种呢，就是让我不爽的，我就一定要拿出来把它晒一晒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现在买的没有卖的精啊，这句话是永远的真理啊，这是天津人吧？买的没有卖的精，这是天津的行话。欧美衰退就是 Timo 的机会啊，这个 Timo 的机会其实是地缘政治啊。如果在这个整个的川普上来之前，对吧？国内的出海电商在玩什么？在玩品牌化，在玩消费升级，希望在就是说设立新的品牌，然后让美国人也好，让日本人也好，可以接受中国的这些新品牌，然后逐渐做出品牌溢价来。但是呢，川普上来以后，包括疫情，说算了啊，甭费劲了，咱们这个品牌过去了以后不划算啊，还要再重新宣传，重新教育用户，教育市场，白牌吧，对吧？所以 Timo 啊，包括申印啊，这些人就玩了，就起来了。今晚怼的好痛快，是的，有人怼我，我一般会怼回去的。知乎之前流行个模式，
上来先表明利益相关，有些发言就疑似像是利益相关者对别人的评论，只会看到对自己不利的部分，是这样的。做不下去的生意就不会做了，你们替卖家操什么心？是啊，人家不这个，但是肯定有些人是做不下去的啊，他就是特别是这些串货的卖家，就是说自己没有工厂，自己没有货盘，对吧？他只是在别人的货盘里头倒来倒去的这些人，原来呢他们是很挣钱的，现在啊，Timo 就要把他们都挤掉。楼上的意见啊，我同意啊，现在闹得欢的一般都是还想在拼多多平台上卖货的，是的。没有住在2环以内啊，肯定是在4环以外。这个谁都不可能客观，摆明了就是来听讲故事的，结果入戏太深了。是的，我也反复在讲说，我讲的东西是故事啊，咱们不要把它当课听。呃，一次过啊，我3次才过啊，女司机的生活你们不了解啊。这个，哎，我现在我太太就是自打我换了这辆车以后，她是能不开就不开啊，基本上已经彻底不开这辆车了。只有我后边做手术，就是脖子做手术的时候，她开过几次，啊，其他的时候她是基本不动这个车的，因为这车太大了。外国政府为什么要封禁 Timo 呢？像日本这种国家，其实是很依靠中国生产给他们降低通胀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的啊。日本企业这么多年来也是依靠中国制造给自己提高产量和降低价格，维持竞争力的。我们公司的判断是中国会陷入长时间的通缩，因此希望加大中国的生产和投资。好吧，这个你要稍微小心一点。老司机的习惯不好改啊，不如新学的一张白纸容易。是的，日本驾照其实不难啊，练个几次，注意某些习惯就很好拿。我日本驾照是一次拿到的，但是像我们这种在国内开时间长那种坏习惯，其实挺难的。这个你像散人还经常鼓吹他一次过，然后那个他在国内开车也都习惯特别好，他其实很少在国内开车吧，他国内是有专职司机的，对吧？像我这种在国内开的就属于这个习惯不是特别好，但是北京的司机一般习惯还算好啊，你要真跑到什么南京啊、武汉这种地方去开车，我估计那个习惯会更差。澳洲也是一次过很难，老司机一般3次。反正我在澳洲开车还是因为我是拿中国驾照在澳洲租过一次车，然后应该没有什么交通违章啊，但是好像是蹭了点什么东西，因为行车靠左嘛，不太习惯啊，赶上了啊，迟到啊，没事儿，迟到了先点个赞。在我们这里现金交易不是一件坏事儿。这是哪儿呢？反正日本是比较喜欢现金交易的，我觉得。我是2004年考的驾照，考桩的时候，不小心踩了油门，因为考试车油门是没有被顶住的啊，我不知道。后来是夹着油门倒库啊，一把轮就过了。好吧，我忘了第一次怎么出去了。如果人们对数字人民币心存恐惧，那么它必定不能推广。这件事儿呢，我倒不觉得啊。其实很少有人对钱产生恐惧的，你只要发现它真的是钱，真的可以倒出来，对吧？真的可以花，那么这个爱还来不及的，还是不要那么数字了啊！就现在银行都莫名其妙的，给冻结卡了。这个其实你到数字人民币，反而有时候它可能动不了你。我是06年的啊，考桩刚开始改成红外线桩，很多人因为不习惯挂了。是，来了来了，点赞啊，挂后台跑步挺好。拼多多的仅退款还是太激进了。有一次我还在跟商家沟通呢，平台直接介入给我仅退款了。你要想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甭管是商家也好，还是买家也好，我们遇到的都是个例。啊，就算是商家吧，他比如说遇到的案例比较多，
仅退款多的话，它一定是它自己的东西有问题啊。你说我东西就是好好的，然后仅退款还是好多好多啊，这个你就想，如果卖的比你更差的商品，那仅退款一定更多，对吧？那么对于拼多多来说，他们一定要去维护平台的高效，啊，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这是他们的利益。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说，哎，拼多多罚了钱了啊，拼多多挣的罚款啊，这个就跟很多人讲这个 Costco 每年的盈利正好是大家交的会员费似的，那都是专门做出来的，对吧？这个没有哪个商家或者没有哪个平台是靠罚款靠这玩意儿活着的，他们的所有的这个政策都是希望这个盘子可以越滚越大，轮子可以越滚越快，对吧？都是这样的。Timo 有欧洲仓库啊，退货退欧洲境内，运费和仓库是双成本，所以可以不退了。欧洲是这样的，就是它反正肯定仓库跟那个运费都很麻烦。而且你就这么想吧，这个亚马逊，对吧？亚马逊是原来都要求退货的，但是你们认为亚马逊退回去的货，亚马逊会给商家吗？不给的，对吧？专门有一个生意是干嘛？就是买这个亚马逊退货，就是一旦这个货退回亚马逊了，对于商家来说，这货也没了，对吧？不要说亚马逊不做仅退款，亚马逊那个货退回去，他也不给商家的。他们是怎么办？就是过一段时间会把所有的这些退货按照一个重量把它卖掉。原来我们在美国还遇到有人做这个生意，就是按照多少钱一吨的价格，把亚马逊的所有退货几吨几吨给你买走，买完了以后拉到墨西哥重新再去分拣再去卖去，对吧？然后你觉得这个拼多多让大家直接仅退款，我连这个最后的运费都省了，还省大家麻烦，让大家可以更快速的买下一件商品，这个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一种方法。我觉得亚马逊这种退了货以后不给商家，自己再按重量把它卖掉，这个其实比拼多多还狠。淘宝就靠浙江这批小商家做起来的，政府、企业、平台搅和的乱七八糟的啊，做不了拼多多那种。而且淘宝自己的整个的管理体系也已经很混乱啊，他现在没法整。今晚怼谁了啊？我好像错过了精彩环节啊，到前头翻一翻。我媳妇儿在海外5次才考过路考，考完了还不敢上路，这个是吧？呃，其实好多就上路这个事儿是个心理的坎儿啊，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我朋友就是做串货的啊，每个月赚几千1万块，他什么意见也没有。那天不给做了，再做别的，他也没时间看什么油管，忙着找货打包。我觉得这才是大部分商家的心态，有时间上油管骂街的，哪怕是商家，应该也不是正经做买卖的，好吧？我赞同你。我还没开过右舵车啊，这个我开过一次，反正是挺别扭的。点赞了，科目2考了3次才过，总是倒车不行，不如我媳妇儿，都是一次通过。虽然她后来几乎不开车，这家里其实都是这样，就是男的开车，女的就不怎么开了啊。有没有和我边蹭山口山回响练小号一边听故事的？这个你比较悠闲啊，数字人民币没有储蓄功能，只是个零钱钱包啊，其实是可以做的啊。你想，它既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基于区块链的一种币的话，其实你可以在上头做 DeFi，在上面做这种叫做小贷平台都是可以做的，只是银行没有给你提供而已。数字人民币过去宣传的离线也能用，到现在也没实现。这我还真不太确定，好像是不行啊，好像是不行。其实离线不离线真的没什么意义。你真有心情啊！我是对回去重练号重打副本，没啥想法了。回想练小号快啊，挂天上就行了。这是哪个游戏啊？玩不动了。相信拼多多的大数据能力还是总体能公道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啊，我们不要以公不公道，
善不善良，对吧？是这个对别人好不好这件事情来去评价拼多多，对吧？拼多多唯一能干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让他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好。至于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有人受到伤害，应该会有，对吧？但是这个从大的体制上来说，拼多多的生意依然是越来越好的。至于这个生意越来越好的过程中，是不是这个叫做公道了？其实对于拼多多来说，他不关心这事儿，对吧？也就如此了。Timo 的退货体验比淘宝好太多了。我家院子买的太阳能滤水器，但普通的日照根本无法驱动。跟商家联系无果，申请了退货退款，要商家承担运费。卖家当然不愿意，投诉客服后，客服根本不管。淘宝就喜欢抹稀泥。山口山啊，魔兽世界啊，好吧，啊，WOW 魔兽。好，我们继续。世代 Vision Pro 这一期啊，这个 Vision Pro 的东西必定失败。人能够承受戴在脸上的，也就是眼镜的东西，几十克，顶多了100克。我情愿家里或者办公室摆5个显示器，也不要带这玩意儿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人的适应能力其实挺强的啊。这个你像最早的单片眼镜不也是夹在眼睛上？哎，我还其实没想明白，它那个单片眼镜到底怎么夹的？夹完了以后，这个不会蹭到睫毛吗？这个很神奇啊。但是反正这么长时间，它也慢慢出来了嘛，也慢慢过来了。对吧？包括早期的眼镜其实也挺重的，但是肯定不会像这个 Vision Pro 这样达到1公斤啊，这个有点过分了，对吧？还是缺乏一个真正的杀手级应用。我记得当时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啊，也被人骂说这个东西打电话就能打50多分钟，这怎么行呢？但是呢，里头有足够的杀手级应用，对吧？那么大家就忍这个事儿了啊，大家就这么用起来了。Vision Pro 还是吸引它的这个，就是吸引我们买的这个动力不够强啊。再往后啊，AIGC 到底是不是泡沫？结论是什么？是不是泡沫啊？有人问了。好吧，就是整个这一期视频呢，在前后给大家分析了很多东西啊。我觉得结论是，AIGC 这一次的起飞跟上一次的互联网泡沫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而泡沫这个东西呢，我们不能单纯去看，有很多的技术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呈现泡沫的这种态势，但是未来可以爬起来。而有些技术呢，泡沫破裂以后就会被新的热点覆盖掉，就再也没有机会起飞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不认为 AIGC 是一个泡沫，但是呢，它也会有一个艰难爬坡的过程，甚至呢，可能都不需要有一个这个大幅度回调的这个过程，它就可以继续往前走啊。所以我并不认为 AIGC 是一个泡沫，就算 AIGC 承压了，然后向下去，有一个这样的下滑的过程，它也不会被其他的技术所替代，这个热点就在这儿了，它还会继续的往前走啊，这是结论。所以呢，这个结论可能在整个的视频里头讲的不太清楚，那么就在这儿再重新这个恢复一下。再往后啊，说还有一个区别，互联网泡沫的时候，互联网领域里没有操盘的巨头啊，没有人知道哪个冒头的小公司未来会成为巨头。现在巨头几乎完全控制互联网，巨头有巨头的资本、技术，还有用户和数据去开发自己的 AI，这一点可能就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泡沫。AI 未来可能是各家巨头都有的一个功能。AI 真正赚点钱AI 真正的赚钱点还在机器人，普通人对未来社会可能类似于宠物的存在啊。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不能这么讲啊。在互联网泡沫的时候，虽然没有互联网巨头在前头操盘，但是那个时候是有电信巨头的，对吧？当时互联网没起来的时候，真正的老大全是电信巨头啊。电信巨头其实到现在基本上全趴菜了，或者成为基础设施了，对吧？所以现在 AI 启动的时候，我们现在还在看着互联网巨头在这蹦跶。
那么未来这些互联网巨头会不会像电信巨头那样，成为这种叫做底层的架构啊，成为基础设施建设，这个事儿其实很难说的。就是当时由电信巨头们，投资控股或者自己分拆建立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上全死了，对吧？现在起来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后来建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看看当前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在真正的 AI 这一波的老大起来以后，会不会像当年的像什么 AT&T 啊，什么这些公司似的，啊，就慢慢的泯然众生了啊，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啊，至于说未来人类会不会成为宠物呢？我倒不这么想啊。我觉得人类还是最终啊，这个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驱动源泉，因为我们能够决定买什么啊，我们有购买力，我们会去选择这个东西，而所有的互联网的这种驱动都是以人的这个转换率和购买点击这个实际实行交易的这个趋向是相同的。所以没有人去做这个选择的话，如果让机器去选择，可能很快社会就崩了，对吧？所以人一定不是宠物啊，一定是成为整个市场的主导，这个才可以让社会继续往前发展。至少如果我们继续走这个市场经济的方式往前走的话，这个事儿可能是免不了的。再往后啊，我觉得按 token 收费主要还是算力成本太高，这个事情呢也不能同意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在互联网起步的时候，他们的机房成本也是很高的，但是呢，他们没有想到按照这个机房或者按照你的浏览次数，按照你的使用次数去收费，对吧？而才有了今天的谷歌广告地图和这个谷歌的广告这个帝国和 Facebook 的广告帝国，对吧？这个才成为现实。当时在互联网起来的时候，有没有人按次收费呢？也有，但是所有按次收费的这些服务最后全死了，对吧？都没有流传起来。在互联网时代里头很简单，就是任何人不要跟流量过不去。你采用的任何手段，只要是削减流量的，一定会失败。所以呢，我一直说这个OpenAI 按照 token 收费这件事情本身是很傻的啊，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事情。好，我们看看这边儿。这种靠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模式还是令人担忧的。平台商家两层剥削，吃掉底层利润，但海外产品莫名其妙的贵也是问题。很多东西也不是特别出名的品牌，也贵的离谱。感觉两个极端要走个平衡啊，好事儿多，多种会比较平衡啊，质量不错，价格也便宜。这件事儿呢，其实不能这么讲，就是很多莫名其妙贵的东西啊，你真没法说它为什么啊。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典型案例，在中国买那个阿尔法，丰田阿尔法，这个丰田章男都疯了，说你们中国为什么卖一辆阿尔法要100多万，对吧？我在日本卖这个东西也就是20-30万，然后所有中国人啊跑去日本、跑去泰国，第一件事是买一辆阿尔法，发现这东西真便宜。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买这种车的人其实可能在中国一共，比如说应该有50万啊，如果你按照20万一辆把它卖掉呢，你就能挣到多少钱啊？1000万啊，可能一共就是1000万。但是如果你说，哎，我卖100万一辆，100万一辆呢，但是这个就没有50万人买了啊，比如说只有30万人买，那你就挣到了多少？挣到了3000万，你挣到的钱更多了，对吧？所以它就是这样，你这个车就算是卖20万，它也不可能卖到很多，对吧？你不可能说原来能够卖50万的，我卖20，这个就是卖掉50万辆嘛。如果我把价格降下来，从100万降到20万，这个车能够卖到，比如说这个500万辆吗？它卖不到，你不可能有薄利多销，所以大家只能按照可控的市场范围内，对吧？我们尽可能的多挣钱，所以它好多的时候是这么来的。
离线不离线的，我希望数字人民币可以推广下 NFC 支付。它有啊，它是有 NFC 支付的啊。对啊，最开始的单片镜和后来美腿的双片镜，就是夹鼻子上的，这个我也没太搞明白那玩意儿是怎么干活的。那个问泡沫的，很显然是没听到最后吧？这个怎么说呢？反正听我的节目确实有点累啊，因为我有的时候确实会在最后不做总结，而是这个什么呢？就是把结论隐藏在中间。这是哪儿啊？当然是日本了，好吧？是真人老范，肯定是。塔主茶话会，全都是泡沫，一手邓紫棋的泡沫送给你，这是什么好玩的？比尔盖茨说过，对于一项革命性的技术，人们总是高估它在未来2年的变化，总是低估未来10年的变化。现在，也还没过2年呢啊，这个事儿，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啊。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名人说的话呢，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啊。比尔盖茨说的也不一定就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对。然后另外呢，有很多这种概括性的这种判断呢，其实是有问题的。举一个例子吧，咱们先不说这个2年和10年的事情，像我们以前经常讲一个东西叫2·8定律啊，就是20%的人挣80%的钱，或者什么类似这样的东西吧。呃，这个事儿呢，其实是非常没有依据的一个事情啊。特别很多2·8定律说，哎，大家都做游戏，只有20%能成功，剩下80%人都失败了。但是我们以前做过游戏投资，真正的游戏项目里头成功的大概连0.0点几都没有，对吧？就是真正的大数据跟这个2·8定律它是完全两回事儿。讲2·8定律的人和讲这种概括性几年几年的人呢，通常都是一些就跟中国很多那种老人给你总结这种叫做节气歌一样啊，他把一些这种叫做什么呢？把一些这种过去多少年啊流传下来的东西呢，通过一种抽象以后，然后传递下去，显得很正确，甚至可能在很多的情况下呢，都会让它恰巧正确了。但是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提法。Vision Pro 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啊，基本上每天使用3个小时起步。现在出短差都不带 iPad 和 Mac，直接一个 Vision Pro 够了。哇，你这个很厉害，你这个很厉害。我去 YouTube 搜搜这首歌啊。单片眼镜是颧骨和眉弓夹住，然后特别别扭的一个玩意儿啊，真没玩过。那啥啊，有没有人知道不跳过广告这种直播是连续的，还是广告那段是听不见的啊？没有，广告过了以后还是接着听啊。就每一个人听到的直播其实不是同步的。其实这个年代没必要考手动挡，基本上都是自动挡啊，手自一体和自动挡。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总觉得反正你花同样的钱考个手动挡，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也能开自动挡呗。嗯，还真是个技术活这什么玩意儿？啊，单片眼镜啊，是。丰田那个车一开始好像是，吹所谓的香港老板大明星都爱做，然后炒高价格。哎，他那个车反正你就算便宜了，在国内也卖不了那么多。阿尔法是被港星港商带起来的，啊，做保姆车使用啊，被内地丰田经销商给炒起来的，是啊。因为它就算是你搞得再便宜，它也卖不了更多的钱，它也挣不了更多的钱，这实际上是已经利润最大化了。这个打算去国外定居吗？打算，只是现在钱不够多啊，赶快打个赏，订个会员啥的。张绍刚是谁？不认识。这个阿尔法这车带动了和它长得很像的其他的车的价格一起涨价，是的。但是国内现在其实这种其实你算它应该算 MPV 或者 Mini Van 这种车吧，我觉得应该算，可能稍微豪华一点点的 Mini Van。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拼命冲这款车，像那个极氪009啊，还有像那个，呃，有一个叫什么忘了，反正就是大家都在做这个，就是电动车都开始上这种MPV 了，而且一个做的比一个豪华，加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事儿谁不会啊？总觉得老范以后会做个 AI 老范来跟大家聊天啊，这个应该不会，我应该还是会真人来聊。呃，您给我推荐首吧啊，这个我看看有没有代沟，这不是想骗女生的年龄吗？单片镜我玩过，我爷爷说要用眼睛周边的肌肉来加，就是眯眼睛的样子，我这个太痛苦了。奔驰 V 系列算是更离谱的，在欧洲是货车，在国内是豪华房车啊，这个我还真房车吗？这我还真没见过这种车。二八定律只是一个公司裁员的理由吧？哎，就所有讲二八定律的，你就基本上认为这个人不懂大数据就好了。这个 Vision Pro 适配远程 Windows 电脑，就真的无敌了。这为什么要用 Windows 电脑？我们都是苹果全家桶。丰田那个明明是有人垄断了进口的安全测试的资格，全中国就2家公司有资格，好吧？还有这故事？今天吃饺子吗？这个，哎，立秋没有吃饺子吧？我还真不知道立秋吃什么啊。我就觉得看老范的视频应该不会有代沟啊，这个不一定。我听郭德纲啊，不太懂邓紫棋。我是有时候会看邓紫棋的这个短视频啊，但是她的歌我不怎么听。好，我们继续。苹果停止微信和抖音的更新。硬核联盟我记得是没有小米的啊，这个有一个朋友给我指正了一下，后来我去查了一下，硬核联盟确实是没有小米的。但是现在的硬核联盟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了，大家都开始分别自己玩去了。现在硬核联盟里应该就是 OPPO、vivo 了啊，大家其他都已经退圈了，所以这个跟大家更新一下啊。再往后，我发现微信、抖音更新内容都说修复了已知问题，具体修复了啥谁也不知道。这个你发现了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小秘密啊。这个我们去写更新日志的时候，通常是写2句话。第一句话呢叫修复了已知问题，第二句话呢叫提升了这个程序效率啊。这个一般都会去写，就是我们当实在不知道该写什么的时候就写这个。至于其他的呢，有的时候会去写说我增加了什么功能啊，增加了哪些安全性啊，对吧？或者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后台需要有一些变化啊，我去适应新的服务器了呀，什么都需要去更新啊。但是呢，甭管是什么样的更新，这2句话都要去加啊，修复已知问题和提升运作效率啊，这2句话都去加的。这个再往后啊，苹果非常可恨啊！第一是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苹果的权力高于政府和法律，十足的流氓。第二，苹果税30%比抢钱还狠。微信、抖音要是有骨气，就退出苹果。有这个想法的人啊非常多，包括马斯克、扎克伯格等一大票人起义啊。呃，苹果呢，确实是招很多人恨啊。这个扎克伯格一定是最恨他的一个啊，把那么大一公司差点给整废了，对吧？那么马斯克呢，跟苹果肯定也是有一些摩擦，但摩擦没有那么大了。在这件事情上，肯定还是大家相互妥协，因为苹果也是要挣钱的嘛。你要欧洲给他下判例了，说你以后必须能够让别人通过第三方支付，那苹果也就认了呗。你要不认的话，我就一年一年罚你，对吧？这种事情呢，你让一个公司去决定说我不玩了，这个事儿其实是有问题。特别像微信这种公司，它是不太会去舍弃苹果平台的啊。现在真正能在苹果平台上跟他死磕到底的只有一个，就是堡垒之夜。说我苹果直接告到欧洲的不是告到美国特拉华州的这个平权法院去，然后一直告一直告，告了告到现在了啊。只有他是这么干的，其他人呢都是忍一忍，接着往前走。包括扎克伯格现在 Facebook 不也在上面接着玩的吗？Instagram 呀、Threads 啊，还有这个叫做 WhatsApp 都有苹果 APP 啊，对吧？所以起义不了啊。大家还是会去妥协的。
起义的都是二愣子。这个再往后啊，这个苹果的销量上不去，很大程度是保有量。比如我身边的朋友几乎人人用苹果，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其实是大家的心态和经济。我记得我是在05年吧，还是06年去欧洲去法国，当时我们用的应该是苹果 X 还是苹果什么哪个版本我忘了。然后呢，在那个地方还建了大量的苹果7、苹果8这样的早2、3年的机器，他们就觉得没必要换啊，这种小屏机大家使得挺好，这个心态就这样。而中国人之所以不换苹果的唯一的原因就是穷，对吧？就是经济不好了，只要经济好了，咱们还是会每年换一只新苹果的。所有我认识的人里，只要经济条件够的，这都是会在苹果发的新机第一时间去换，对吧？这个像我这种需要这个一个苹果用2、3年、3、4年这种，一定是这个最近这个经济不是很好才会干这样的事情。当然了，也还有一位朋友写了啊，说建议苹果禁掉中国市场，最好把生产线完全移出中国，谢谢苹果。这个呢，也属于是一个妥妥的中国黑啊。苹果现在不但是把生产线又挪回来了，对吧？还是希望中国能够好好继续买苹果的这个事儿，苹果离不开中国啊。这个中国呢，也还是希望苹果好好在这儿卖东西的，这个没有什么办法，对吧？大家都是来做生意的啊，没有人去跟你赌气这个事儿。好，我看看这边有什么啊。10分钟谈了仨广告啊，你是不是把所有广告都跳过了？这个 YouTube 不服气啊，他觉得你应该愿意看广告的，所以再要尝试一次。我以前写最多的是优化部分体验，修改已知 bug。你看这不都是这么干吗？这程序员的小秘密，对吧？楼上别忘了春晚说一起包饺子，被骂了很多年。中国这么大，并不是每个地方人都喜欢吃饺子的。哎，中国到底哪个地方不喜欢吃饺子？我倒还真不知道啊。入手一个 YouTube 这个会员啊，全部去广告，太爽了！我已经连续续费7年了，好样的，非常认同观点。你要是早认识我，就不需要这个了。这看来是惦记搞这个什么啊，惦记搞这个什么广告屏蔽器的是吧？这种人最讨厌了。嗯，你别说，理想 Mega 我还挺喜欢的，虽然外观不能说对，但是感觉好睡觉。现在大家都在做这个玩意儿。如果使用数字人民币的游戏搞合约，会不会被苹果给禁了？我觉得这个事儿要去尝试啊，要去尝试。老范表示你都不看广告，他吃啥？是的，老范，你那是怀旧，怀旧啥呀？最著名的软件更新日志是暴风影音的杀一个程序员祭天，这个是有杀程序员祭天、杀产品经理祭天、杀这个设计祭天都有，这个也有啊。看老范的视频时再关掉，哎，这个没必要啊。老范2、3年就换苹果，还是有钱了啊！我2个苹果已经用了6年才换啊，我大概是3年换吧。我现在是，哎，现在应该是15，对，我现在是15 Pro Max，然后我准备到18或者19的时候再去换。广东就是把饺子当点心吃的吧？但是他们也吃饺子，而且广东是有虾饺的，就是他们有那个饺子形式不太一样。Facebook 那个 AI 大模型要求翻墙的姿势，我一次也没做对过。不需要啊，你没塔就是那个 Llama 直接弄到本地上跑就好了。以前用广告屏蔽器，但是挺折腾，后来买了会员，发现也挺好啊。苹果还能够后台播放，是的。塔主咱俩组个队呗，我也开个这个，
YouTube 的这个会员，你不想着买我一个会员吗？油管的广告近年越来越垃圾了，像那种为什么什么什么不玩了什么，这个其实这样，就是油管的广告呢，你如果看到不喜欢的，一定要跳过，因为油管的广告是根据人推送的，就是如果你看到这种垃圾的广告，你还老老实实的把它看完了，油管就会认为你喜欢这东西，他会下次接着给你推，所以看到不喜欢一定要把它跳过。中国手机使用率比国外高很多啊，公共资源紧张，啥都排队，碎片时间多。呃，中国使手机确实多，但是我觉得原因，公共资源紧张是一方面了，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很多中国人其实是没有电脑啊，也没有在互联网上就是开始上网，所以手机是他们所接触的第一个智能设备，就大家就直接被这个东西就洗脑了。你就跟美国人使用这个叫什么，就是电话答录机，就是里头带一小磁带那个玩意儿，中国人就没见过这玩意儿，对吧？中国人就是直接就是手机了，手机就可以带所有这些功能。没用啊，我经常都是跳过，而且还试过点我不喜欢该广告，一点用都没有。如果你所有都跳过，可能也没用啊，你还是要找几个喜欢的。水饺主要还是北方，南方不怎么吃，谈不上爱不爱吃，不怎么吃。没有啊，你像成都的中水饺，然后广东有虾饺，其他的江浙一带我倒是没怎么见过水饺。江浙一带我觉得锅贴比较多，也可以算是一种饺子。所以我觉得全国人民都吃饺子。近2年太多内地游戏跑出来了，对，都是油管投放广告啊，是的。我最近跳出的广告都是美女给一个小伙踹地下，之后通过数字比大小来这个战斗的这个脑残游戏啊，这个都是国内的游戏。我基本是把 YouTube 当做有线电视看，遇到喜欢的博主就直接订阅，花钱自己买自己的时间。我曾经算过，通过各种订阅和去广告，每年给自己买了大概7天的时间，也挺好。收到垃圾广告，需要反省自己平时都看些什么。但是没办法，他有的时候投放广告投的太猛，也会有。用这个啥事儿都没有啊！不要用这种奇怪的东西。这个习惯很好，对，我也很赞同。感觉很神奇的是，现在人人会打字，我们当年是用专门的打字员的啊，而且还要培训很久。对，我们现在不需要打那么快嘛。还有酸汤水饺，酸汤水饺应该也是成都的吧？数字人民币离线双花攻击无法避免，所以就别想了，去点个赞啊！感谢点赞。江浙水饺也多啊，是，看来我在江浙一带吃这个东西吃的少啊，随便找个油管的家庭组上车就没广告了，花不了几个钱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好吗？下播买老范的会员行了吧？哎，这个才是好同志嘛。我就是经济不好，今天才买的，苹果12 Pro Max，好吧，我的上一只是12 Pro Max，现在小孩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打字了，是。去哪儿？美国、加拿大、澳洲啊，哪儿要我就去哪儿，我不挑。第一次吃水饺是20岁在上海吃荠菜水饺，哎呀，那个东西真好吃，荠菜水饺、荠菜馄饨都很好吃。以前一次都没吃过。广东人你不吃虾饺吗？虾饺也算啊，水晶虾饺。广东早茶都开始学 Python 了，好吧？对广州的印象怎么样？挺好的，我很喜欢广州。其实我更喜欢广州胜过于深圳啊。就是中国我最喜欢的城市一定是上海，然后是广州，然后包括这个成都、西安啊，都还是不错的。北京是因为天天住在这儿，没办法。酸汤水饺应该是山西陕西的，陕西的，说错了，陕西的，西安的，对。荠菜香菇馅儿味道绝了啊！这个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特别好吃的这个水饺馅儿啊，这个是什么呢？叫黄瓜鲜虾馅儿啊，拿黄瓜去包水饺的那个味道真的是绝了。啊，咱们又是电子直播了，是的，被你给带偏了，啊，被谁带偏了？啊，反正有人带了，买这个什么干嘛？又没有，这个什么promotion 啊，然后实在差钱买13 Pro 嘛。这个我建议你们，如果是在海外呢，尽量买15 Pro Max，或者等过2天买16啊，要不然的话，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是没法使的。荠菜水饺，哈喇子又来了啊！这个是东北人吃那种就是蒸的啊，这个蒸饺也是很好吃的，老边饺子，然后包括他们那个鲅鱼馅的啊，也很好吃。一辈子没用过苹果手机，不是价钱问题，是受不了约束，喜欢操控手机的一切。那你肯定是工程师嘛？啊，一般不是工程师，还是用这个这个 iPhone 会舒服一点啊。Apple TV 上看直播，TV 端直播广告少，非常直播正常插广告啊，这还真没想到。我就喜欢青岛，青岛我也去过，吃饺子蘸白糖见过没啊？这还真没见过。黄瓜鲜虾，小本本记下来啊，这个绝好吃，啊，黄瓜馅儿的饺子特别的鲜啊，这个荠菜水饺确实好吃，在上海天天吃，出国后还惦记着。我觉得荠菜不是做水饺好吃，荠菜其实做馄饨好吃。上海的菜肉大馄饨啊，荠菜的，啊，变成周日了，我的错，好吧，这个我们要快点了啊。别说我前2天还真吃了一次黄瓜馅儿啊，感觉打开了新世界。对，有一些很奇怪的吃法，你比如说，这个四川有一种叫煎蛋汤啊，就是把一个鸡蛋搁在很大的这种油锅，我忘了是猪油还是菜油的这种油锅里去炸，炸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往里倒水，就连底下那个油，然后带那个煎好的蛋，啊，炸好的蛋吧，一起倒水去煮，煮完了以后奶白奶白的那个汤。啊，巨好吃那玩意儿。老范又胖回来了，哎呀，这怎么能乱说呢？对吧？还是去筷子国好，去欧美以后打起来都要被排华的啊。韩国也有和朝鲜打起来的风险，日本是最优选啊。我也想去日本。我怀疑每次电子吃播之后，主播线下之后啊下线之后都要吃顿宵夜嘛。这个反正你们也把我说饿了，这没什么好说的。作为一个东北人，不爱吃老边饺子啊，这个我还可以，呃，吃不懂荠菜那味儿啊，我是比较喜欢的。塔主试试鲅鱼馅儿吧，啊，鲅鱼馅儿也是蒸着好吃。大家都是吃货，是的。对，平时喝豆汁儿嘛，我广东人喝豆汁儿没什么感觉，我是喝不了豆汁儿的啊。这个我是经常带着全国各地的同事去喝豆汁儿，就是如果他们没喝过的话，我总会带他们开一次荤。后来发现是什么呢？就是，心理作用是最大。如果你在带他们去喝之前啥也不说，啊，就是带你去吃好吃的啊，然后吃了，他们也就喝完了，喝完了以后回来问说这东西味道怎么样？说挺好的，咸的、酸酸的啊，这个一种很就是类似于酸奶跟这个豆浆之间的一种味道啊，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你带他们去的时候呢，说哎呀，我带你去吃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然后这个把这个表情渲染满了以后呢，就1000%的人都吃不下去。嗯，再来一瓶青岛啤酒。鲅鱼馅儿其实也是功夫活啊，必须剁得很碎。现在有机器。抄手算是哪里的啊？抄手是四川对于馄饨的一种特殊的叫法。有没有可能不换国籍，不拿永居在自由世界养老的方案？目的就是要换国籍啊。好久没看老范了啊，这个欢迎，一定要常回来看看。香港护照可以双重国籍，这还没研究过。这个喜欢虾仁玉米啊，其他的感觉太腥。豆汁儿实在是受不了，豆汁儿其实绝大部分人都受不了。老范太坏了啊，这个不算坏，就是我们也是拿这么多的同事、这么多的朋友做了一次实验而已嘛。好啊，继续读评。
周日装药盒的这个直播，有人说了啊，集体性用药只有俄罗斯或者中国这种举国体制才会发生。美国运动员就算有用药，也是个人行为，而且美国自己查运动员也很严的，不少运动员都因为药物被禁赛过，这和中国是本质区别啊。这是讲的这个叫做奥运会的事情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美国人他们是钻漏洞啊，他们使用什么方式？就是这个说自己哮喘啊，美国代表团大概是600多人，其中有400多人都哮喘，然后他们都是带病坚持比赛，带病这个夺得冠军的。然后为什么是哮喘呢？因为哮喘里边的很多药是带有兴奋剂成分的，你一旦哮喘了，就可以兴奋剂免检，对吧？然后现在告诉我说美国人这个是个人行为，你骗鬼去吧，这玩意儿。再往后啊，谷歌25亿对价收购 Character AI 啊，不算最狠的。以前我们经历过假借投资之名，然后把整个核心团队撬走的这个活我好像也干过。这个反正业务还算熟练啊。这个包括什么呢？这个连核心团队都不要啊，到人那儿去做完尽调了以后，然后自己马上复刻产品的这种事情，我们都干过。这个反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吧。我只能说我的业务很熟练，对。但是像谷歌这一次呢，确实是超出了我的这个又长知识了吧，只能说。再往后啊，不就是做局坑钱嘛？自己的人出去做一个模型，然后公司花钱把模型买下来扔掉，原班人马挣票钱，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继续上班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这就是谷歌人的这个正常生活状态吧。谷歌员工呢，原来我去问过他们，就特别早的时候就问过他们，我说你们这个挣的很多吗？那个时候我也比较年轻嘛。他说不，他说谷歌人都不这么挣钱，谷歌的人都怎么挣钱呢？在谷歌里上班啊，然后呢，自己在业余时间创业，东西都做好了以后，然后出去这个成立公司，拿一笔融资，然后呢出去干活的时候呢，谷歌内部的一帮大佬，他的领导什么就都会给他钱啊，都会在里头占股份。然后融2轮以后呢，再让谷歌收购啊，然后等于所有人一起去挣这个钱，然后回来接着去做这个谷歌内部的项目。他们在谷歌进来以后，过了比如说对赌期以后，会重新再离职，再去创业，把这个事情循环起来，对吧？这个是谷歌内部员工最快挣钱手段啊，这个其他人还未必学得来这个事情。好，我看看这边又有什么啊？苹果家长控制的 bug 几年了也没有修复，孩子学校又强制用 iPad 教学，真是崩溃。这么简单的一个功能都做不好，垄断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这我还真没太研究明白它这个家长控制是怎么用啊？因为我儿子现在跟我用的就是亲子账号啊。小时候自己家里会做鲅鱼饺子，不算麻烦啊。这个鲅鱼饺子我是没有自己做过，只是吃过那边啊。不换国籍走线呗啊，走线是不行啊，走线这事儿是违法的，咱们还是要在法律范围内啊。吃饺子必须有蒜泥啊，这个挺好的。哎，我记得我好像是在山东还是在哪儿看到一帮人吃饺子是必须蘸酱油的，我是吃饺子必须蘸醋，我一般是醋、蒜泥和辣椒油。当时中午吃饺子就不能吃蒜泥了啊，得下午，要不然有味儿。对，我们也是比较喜欢这种调醋的，当然我吃饺子还有一个习惯是用腊八蒜，就是泡的绿的那种蒜，然后直接嚼着吃啊，那个太香了。家长控制里啊，具体什么 bug，提前学习一下应对神兽。这个你可以这个让你们家神兽禁止使用手机。美国运动员不仅用药，还会利用 FDA 的牌面来合理用药。其实说白了，是在顶级竞技比赛里的各国运动员都是用药的，看谁的手段更高明。只不过美国除了药剂，还有政绩。是
就是美国被抓住的运动员呢，要么就是丧心病狂了，已经突破医生底线了，医生告诉你说这个只能吃多少，对吧？他会是吃更多的。我记得原来看过一个美国电影，也是讲一个运动员去用药的事儿。他呢说，就是正经的医生会给他一些药，但是呢，美国还有那种黑医，就是没有执照的，他们会拿一些奇奇怪怪的药给你用，然后可以提高这个成绩，但是会被抓。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太穷啊，请不起这个正经的这个好医生，就开始瞎用，也会被抓。所以这也是个资本的故事吧，比鸡蛋灌饼好吃多了。这啥玩意儿？这两天骑车啥路线了？这两天都没怎么骑，实在太热了。辣椒油加陈醋啊，你们还在吃呢？好吧。腊八蒜，对，像我妈是每年腊八的时候都会做一桶，然后呢，够我们家吃半年的。走线是违法的，大家千万不要当真啊！是的，美国的游泳还用鲨鱼皮，科技创造记录。现在国内应该也都是竞速泳衣吧？这个花钱的事情我们应该都可以搞定。之前 Stable Diffusion 的团队出来了啊，做了一个这个，几天前上线了，效果，这次真的很接近 MJ 了啊，是。我前两天上那个哪儿试了一下啊，就是今天吧，不是前两天，今天上 POE 上试了一下，效果还可以，效果还可以。但是我实在是不想在自己的电脑上装这种东西了，我准备看看后边谁家去上这个吧。我觉得极梦啊，还有像这个可灵啊，就是国内这几个平台应该会上这个新模型的，所以这个就不需要自己去折腾了，挺好的。学日本啊，这个饺子蘸酱油挺好的，我就不爱吃饺子蘸酱油。这个也许我比许要谴责老范，儿子都多大了还用亲子账号，给儿子开个美区账号嘛？美区账号也开了，亲子账号的原因是，就是我买了好多软件，你上了亲子账号以后，它就可以用嘛，对吧？因为就是苹果的软件开了亲子账号以后是可以5个人还是可以几个人一起用的。你花过了钱，为什么还要再花一次呢？好啊，我们继续读评。这个扎克伯格跟黄仁勋换皮衣这一条啊，如果用模拟真人的 AI 助手回答问题，感觉不如直接用机器人，没有那么容易出事儿。这个事儿呢，其实，我是不那么赞同的啊，就是还是要用模拟真人。为什么呢？就跟现在医生用 AI 一样啊，最后签字的还得是医生自己，你不能让 AI 自己去签字去，对吧？那么模拟真人呢，就是最终的控制权得在我手里头，你不能让 AI 说你谁也不是了，你就可以自己出去玩去了，这事儿不行啊。所以这个还是不能用真正的这个机器人。然后这个怎么会热闹起来呢？你这边机器人回答了，那边机器人看，人在旁边睡觉吗？这个不是啊，就是我们讲说大量的模拟真人在里边去回复问题了以后呢，其实不是机器人在看，而是人在看。就是我们相当于是什么？每一个人在一小格子里，然后呢，你举目四顾了以后，发现周围没人。比如现在嘛，我们在直播，直播呢，周围有221个人在看我们的直播，对吧？那么我觉得，哎呀，人好少啊，其他人怎么没有看呢？那么如果有机器人，可能他们说，哎，我这个让机器人去挂一个号然后就可以给他们去总结直播内容了，这不也挺好的吗？然后有很多人，比如说在我的群里边去找我说，这个老范怎么回事？我呢有时候看不见，我没法保证说我把群里边所有的频道都盯着，那看不见呢，我就这个可能会让大家失望，说，哎呀，老范怎么不回答我问题啊？对吧？老范怎么这个不爱理人呢？但现在我就可以让我的机器人在我许可的范围内来替我回答问题如果他回答不了，他会告诉你说，哎呀，这个我也搞不清楚，等我去问一下老范，对吧？最终的决定权利在我这儿，不能在别人那儿那么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都觉得说，哎，身边满满都是人包围着他，对吧？他会觉得很幸福的所以这是这么个热闹起来。让我看看这边我骑躺车5年了这个还没见过这种车，避免腰酸背疼。国内好像没有躺车，我在国内就没见过这东西。
开美区账号需要挂信用卡？不需要吧？我的美区账号都没有信用卡。老范离可以领退休金还有几年啊？我估计应该还有10年，10年或者11年吧。美区账号挂的是 PayPal 啊，好吧。你是中式的灌饼还是美式的？美式有鸡蛋灌饼吗？开美区 ID 哪儿用 ID？对，信用卡我是不用的呀。我在美区 ID 上买任何东西都是直接用那个叫什么来着？都是直接用这个充值卡。大家好，我不是机器人。好吧。之前买了 MJ，现在退了啊。没有 ChatGPT 画图好用简单。其实我还是喜欢 MJ 啊，Midjourney 画的绝对比那个好使。大家还记得硅谷？那个美剧里边有个情节，就是一个工程师写了个机器人来工作，然后发现另一个工程师的机器人在回答他，最后2个机器人聊起来了啊。这个最后一定还是以人为中心啊，以人为本啊，中式的，好吧。本地部署确实折磨人啊，要用 SD 可以用云端部署。这个其实我也不太喜欢这个，我还是喜欢直接人家部署好的我就用就完了，省事儿哈。1个月才几十啊，这个你1个月几十，你干脆买一个 Midjourney 算了，1个月$10。那个Lib 我是用过的啊，就感觉一般。网上搜苹果家长控制或者英文，这个就是全是崩溃的家长。每天特定软件限时还有固定的时间锁住平板，5岁小孩随便一点就解开了。官方回复是尝试重新设置平板，也没有具体解释。好吧。热闹的关键是由您亲自和我们互动才是开心和热闹啊，这个我肯定是尽量亲自。但是呢，你说哎，随时都有人回复，哪怕告诉你说哎，老范现在去上厕所了，对吧？他不也是有人回复吗？你总比说了话没人理你强。美国警察看见违规摆摊的直接抓人，比强国陈广很多了啊，这个没研究过这个事儿。哎，但我觉得美国好像有摆摊的似的，躺车有的啊。这个哎，我在北京没见过这玩意儿。原来这里可以艾特人啊，是可以的呀。脑补一下，一群机器人在评论里说第一次赶上直播了，哇，那太恐怖了。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比如说，直播的时候，每个人都来跟我打个招呼，说啊，我今天先不看了，我过2天再看，这个事儿其实都挺好的。浏览器好用，APP 不能啊，好像艾特不了哦，这样的。支付宝和某宝都有卖充值卡的，是的，我都是支付宝买充值卡。怎么看人人影视创始人突然在网上火起来，卖自己的二手仓库品啊？这个没有太研究这个事儿，我是看了他几个这个视频出来啊，但是没有太研究。亲自批示，亲自部署，哎呀，这个太累了。出国前某宝充值卡早没了。得去独立站有某宝不知道，现在支付宝上直接有，支付宝你可以直接买充值卡，很好用。只有手机可以艾特人，用电脑不可以，是吗？快手的这个绘画模型也不错，快手实际上就是可灵嘛，可灵是其实还可以吧，但是我觉得比 Midjourney 还是差一些。可以本地部署啊，这个没必要。一卡双待很方便。是不是只有中国的手机有啊？不确定。不过让 AI 总结一下直播内容还是挺不错的。其实我现在每次直播完了以后，都是用 AI 总结好直播内容给大家发到那个底下，对吧？这个我是尽量让大家这个开开心心能看，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一周来字幕都是经过校对的了。这个现在我太太说，我帮你校对吧。这个这么多人抱怨你的字幕，我给你校对一下啊，所以我现在的字幕都已经校对好了。然后呢，我的所有的视频，在链接下头都有一个，就是在视频下头有一个链接，
是写的叫文字稿地址或者叫博客地址，就是把所有的视频讲的话，通过 ChatGPT 变成一个博客文章啊，这个都是有原文的。所以以后如果大家说，哎，我需要用老范的这个文字稿干点什么事儿，你们都直接可以上上面去下载啊，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尽量让大家能使。教培啊，对，教培最近又火起来了。说个更黑暗的啊，这个我已经看了，这个据说是怀孕了以后再打掉了，再这个去比赛。啊，对，这个我太太还是很体贴的。啊，这个我也用过，包括以中英文翻译校对 GPT-4o 做的很好，是的。这个 B 站上 AI 现在有实时同步翻译，日本主播的语音了，很厉害啊，这不挺好的吗？好，我们继续啊，还有几条。呃，Neuralink 啊，Neuralink 啊，有人又给我纠正发音了，挺好的啊，Neuralink。创造超人这个视频啊，有人说 Neuralink 啊，叫这个应该这么念啊，中国千万别抄出来，否则一定会强制安装，真正入脑入魂。啊，这个其实很多人在想啊，说这种技术一旦让中国掌握了，该怎么办呢？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和这个各级政府官员的这种素质呢，这个有些过于恐慌了啊，他们其实没有这么厉害的。啊，就算是这些东西上来以后，他们也未必知道该怎么用。而且现在呢，这种叫做举个身份证实名举报这个事儿，已经对国内其实有了很大的影响。就是互联网起来以后，对中国整个的政治生态其实还是有挺大变化的。一方面它也在控制，另外一方面呢，也在不停的实名举报出来。啊，当然 Neuralink 这种技术让中国政府掌握了以后呢，这个反正大家这个事儿不能想啊，叫细思极恐吧。啊，再往后啊，我希望将来它能够首先用来残疾人和养老这方面，而不是富人专用产品。虽然太天真，比如我因为意外或者衰老无法自理和表达了，也不可能变好啊。我可以通过脑机接口说，请让我离开吧。做义工的时候，看过很多这样的人啊，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多好多年，靠营养液活着，不能说话。看不了电视，甚至哪里疼都不能说，简直是对活人最大的处罚啊！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建议你去看一本书啊，就是尤瓦尔·赫拉利写的，这个《未来简史》上面想到什么呢？就是人的成神之路。他说这个科学家和资本呢，都会给自己找到非常好的这种借口，比如说长高这件事儿啊，我们希望能够长高，那就会说我们要去研究一种药，让这个个子矮的人能够长高一些。但是这个药研究出来以后，最后真正能吃到这种药的人呢，都是有钱人，对吧？这个最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们会以这个治疗残疾人啊，或者是让老人能够说话这个理由呢，去这个冠冕堂皇的研究这项技术。但是研究出来以后呢，还是有钱人去应用啊，这个一定是这样的。再往后最后一条啊，说不会成神的，会先成为奴隶。光是读取就令人胆战心惊了，就问你爱不爱党？想骗也骗不了啊！这个事儿是这样，这个总会有人成神的啊，未必是每一个人都会成神，但是呢，还是会有人成神。至于是谁这个就不好说了。其实就像现在咱们讲 AI 一样，AI 会给很多人赋能，那么愿意拥抱 AI、愿意用的人呢，就会赋能往前走；那些不愿意用的人呢，可能就会最终被压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首先要确昧说这个事情没什么可怕的，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然后呢，要勇于尝试，万一有成神的机会呢，咱没准就上去了，对吧？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说，哎呀，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可能最终就是别人成神来压迫你了啊。好这是我们网上的所有问题。最后看看这边不怕机器人群聊天。
就是怕是假流量啊，假流量这个太多了，不用 AI 就已经是假流量了。我也发现了啊，最近字幕都是校对过啊，我还在想是不是范嫂回来了？是的，这个把孩子培养到大学啊，可以更多的关注自己的生活工作了啊，观众的福利，哎，这个已经算好一些了呗。为什么屏幕上有留言，而且留言不在聊天区显示？屏幕留言是我点上的，这是叫 StreamYard 的这个软件。你也可以的，是的，总有熬出来这一天啊。整体朝令夕改，一些国家的企业家得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哎，这个事儿我觉得不要这么想，大家都有自己的诉求。话说你的字幕是有软字幕，为啥还要加一个硬字幕？因为我觉得加了硬字幕以后，整个的观看数据会变好一些啊。恶心的是我用港卡充值不了 NS Store，哎，我的 NS Store 也是，我的 NS Store 压根儿就是用中国支付宝充的。OpenAI 团队好像快要散了，美股暴跌了几天，AI 行业瑟瑟发抖。哎，这又走了几个呗，这个事儿可能再走一个，他们就成为一个中心了啊。对了啊，求问 AI 能根据要求生成简单视频吗？可以啊，现在可灵就可以干这个事儿，吉梦也可以。这是录屏啊，这不是录屏啊，你看这我已经点了你的这个出来了，有频道，塔主茶话会是有 YouTube 频道的，赶快去看。今天好像塔主还在跟大家分享怎么化妆呢。我只能说，相比我们年轻的时候，2005年前的社会已经好太多太多了，改观真的太多了啊！这个不要这么想，就是每天实际上都在进化。哟，好像网不太行了啊，赶快把它搞完啊！这个好吧，这个叫做避难所是吧？这个辐射变成现实，派出所给我们企业开会，这个都说现在舆情很难控制，每个人都有手机，除非事儿闹大了，惊动更上面。如果简单性质的打架斗殴、闹事儿纠纷啥的，如果通过公众平台发出来，他们也很头疼，是这样。这个现在这种实名举报真的是，我觉得是个进步啊。今天我来晚了啊，都快2小时了。是的，大领导早就说过了，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啊。这个有这么一句话吗？在没有墙的时候，上外网流畅吧？什么意思？没看懂这句话。塔主的频道我还刷到过，好像是的，他塔主茶话会嘛。塔主是他搞英语教育的，原来新东方的塔主那边男粉还是女粉？那塔主那边我估计应该是女性用户多一些。我搞美妆，大家就都没戏了。我关注心灵美啊，我那频道也就是玩票。哎呀，塔主还是这个教很多很多的英语老师在怎么去上英语课。好啊，我们今天已经聊了快2个小时了，1个小时48分钟了。那么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啊，本周的老范读评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下周三老范读评再见。停。